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个圣母峰宫顶的路居然会塞车？这不是开玩笑哦。早在1993年就已经有人担心，高海拔旅游会不会变得太像一种自我的竞技场？结果啊，到了2012年，还真的有一天哦，挤了234个人同时攻顶，很夸张吧？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带你来深入了解一下登山旅游 （Mountaineering Tourism） 这一本学术研究，它集结了很多学者的看法，来分析这个越来越热门的领域。那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活动本身、参加的人还有地点这几个角度，挖出一些最有意思的知识点，看看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你关注的面向。对，因为这真的远远不只是一项体能上的挑战而已。你刚才提到的资料就显示了，这当中其实牵涉到很复杂的，像是环境冲击啦、社会责任啊，还有那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改变整个体验的。我们会试着从里面找出一些最关键的洞见。OK，书里面呢，他先把登山旅游分成2类，一种是比较轻松的，像健行，他们叫软派 （soft）；另一种就是我们这一次主要关注的硬派 （hard），像是那种专业的阿尔卑斯式攀登，就是强调轻装备、速度快、自给自足，去挑战高难度技术路线的那种风格。技术要求比较高，而且这种活动在不同的地方，它的文化意义也差很多。像资料里面有提到台湾的百岳计划，对不对？对对对，百岳。它选山不完全只看高度，还会把历史脉络山形是不是特别甚至能不能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都考虑进去。这就创造出一种很特别的在地的登山文化，跟那种纯粹追求最高峰思路是不太一样的。这点很有意思。那人们到底为什么要去爬这些其实蛮有风险的山呢？书里分析了蛮多动机的哦，比方说追求刺激感，或是体验那种全神贯注、挑战跟技巧完美结合的时候，几乎会忘记时间流逝的那个叫心流 （flow） 的状态。心流状态。对，甚至登山也变成一种建立自我认同的方式。不过，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当登山越来越像一种可以买的商品时，这些原本的动机还能那么单纯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商业化的影响确实非常非常大。就拿圣母峰来说好了，1990年代以后，商业探险队越来越多，登顶人数是暴增没错，但也浮现一个让人有点不安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怎么说？根据1990到2014年的数据来看，那些雪巴向导他们罹难的原因，常常是像雪崩这种比较难预测的客观环境危险。但是那些付费的客户呢，却比较常因为比如说跌倒啦，或是高山症这些相对来说可以预防或管理的主观因素出事。哇，这背后不只是牵涉到几万美金的登山许可费而已，更重要的是这里面有风险认知和那个分配上的伦理问题。哇，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对等，听起来真的让人有点担心哎。那是不是也表示那些支持这些登山活动的在地社群，他们也可能承受着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压力？的确是这样。资料里面那个吉利马扎罗山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书里有特别去研究当地高海拔搬运工，他们叫瓦库姆的工作状况。虽然官方规定说负重上限是25公斤，但是超重其实很普遍。然后最低日薪虽然定在大约10块美金，可是实际拿到手的常常会有落差。更不用说他们的装备啦、住宿条件啦，这些往往都不太好。天哪！这就是登山产业那种光鲜亮丽背后很容易被忽略掉，但却非常真实的一面。除了人的问题，对环境的冲击应该也很惊人吧？我看到资料里那个阿空加瓜山的例子，处理登山客的排泄物，居然要用到直升机。没错，那个真的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们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直演变，从最早不管挖坑掩埋，进化到在高营地用那种收集桶来装固体的废弃物。
然后每个登山季大概要用直升机飞个60趟左右，把这些东西运下山。60趟，对，光这个成本就要大概36000美金。哇！在更高海拔的地方，甚至推行那个 pack out 系统，就是要登山客自己把所有的垃圾，包括排泄物，通通自己背下山。但即使做到这样，那个废水处理还有潜在的水源污染问题，还是很难完全避免。听起来真的是一个超大的工程诶，而且好像不只是垃圾的问题，那个气候变迁是不是也正在改变登山这件事情本身？影响非常直接，而且越来越明显。资料里面就有提到，气温升高让很多传统的冰雪攀登路线变得不太稳定，像苏格兰高地就是一个例子。哦，路线变得不稳定？对，然后在阿尔卑斯山区，那个永冻土融化就增加了落石的风险。这不止危及登山的人，连带的像是缆车上的基座啊，这种设施的稳定性也都受到威胁了。意思就是说，连我们去挑战的那个场域本身，都在快速变化当中。这样听下来，哇！所以你看，登山旅游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立体，也很复杂。它里面交织了个人的挑战、文化的认同、庞大的商机、环境的永续，还有在地社群的权益等等。这些资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看待这项很迷人的活动，真的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视角才行。的确是这样。哎，这其实也留下一个问题，可以让你好好思考一下哦。就是说，当挑战极限高山的这种体验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像是一种可以透过付费行程来取得的东西时，那种最初驱使人们走向未知、跟大自然深刻搏斗的探险本质，那份带点野性、你没办法完全掌控的冒险精神，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有点变了味道呢？这次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就到这里，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启发。